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夜景的拍摄。想拍好一张夜景的照片，我们心中首先要明白拍成什么样的夜景照片才算好看，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审美的标准。我们拍夜景照片，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天空最好有细节，尤其是拍摄城市的夜景。有些朋友喜欢等到天全部都黑下来才进行拍摄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照片。这样拍下来的照片，背景往往是黑乎乎的一片，剩下来的只有刺眼的灯光。很显然，这样的照片很难谈上美感。这张照片背景也是黑乎乎的一片，虽然主体突出，但是整体画面仍然显得比较单调，所以我们在拍摄时要注意拍摄时机的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夜幕刚刚降临时进行拍摄，华灯初上时的夜景，加上蓝色天空的陪衬，使画面的色彩丰富了起来。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蓝色时刻。这幅照片的拍摄在时间上比上一张照片稍晚一些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背景中的蓝色，加之黄色与蓝色之间的对比，使整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华丽。把握蓝色时刻，就是确定所在地确切的日落时间。我们所说的蓝色时刻，是指清晨太阳升起之前，或者是太阳完全落山前后的一小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环境光很低，大约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内，持续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。蓝色时刻的后半段，蓝色会越发浓郁，是最适合出片的时间段。但是越往后，对时间的把握要求就越精确。在夜景的拍摄中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建筑结构表现几何美。建筑摄影想拍得好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表现出它的几何美感。对于以建筑为主要拍摄对象的城市夜景摄影，同样如此。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一堆建筑物放在一个画面中，那么画面将是平淡无奇，没有什么看点。但是相反，如果我们找到合适的机位，展现出建筑的结构美感，那么这样的城市夜景肯定会夺人眼球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拍摄者选择雨伞作为拍摄对象，在背部灯光的衬托下，重点刻画了雨伞的光影和色彩效果。夜景的拍摄，当华灯初上时，我们可以使用长焦镜头进行拍摄，控制曝光，使城市的细节得到丰富的再现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天空光保留了山脉和天空的层次，灯光很好地刻画出城市的形态和氛围。在色彩方面，天空的颜色与建筑物形成了很好的呼应，在蓝色调的氛围中引人注目。我们在拍摄夜景的时候，力求色彩相对统一，避免杂乱，所以灯光的表现当然是重中之重。有些灯光五颜六色，很容易造成画面上看上去很杂乱。但是有的朋友说了，我的家附近的城市夜景就是这种设计风格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利用 HSL 面板或者色调分离，尽量向一种色调靠拢。我在 Photoshop 中有一节曾经讲解到黑金风格城市夜景的后期制作，就是干脆只留下橙红色，其他色彩的饱和度都非常的低，使得画面看上去很干净，更有形式美感。我们许多朋友在拍摄夜景的时候，不太注意运用前景来营造画面的层次感，总觉得站得越高就越能拍出越好看的照片，结果拍出来的照片确实够高，但拍出来的城市夜景已经变成了一个平面，毫无层次可言，当然也就不会觉得有多好看了。但是当我们注意加上前景，营造纵深感之后，拍出来的照片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拍摄者利用广角来进行拍摄。广角镜头可不是光为了取景范围大，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能够利用其突出的透视畸变效果，来营造出视觉上的冲击力，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更有力量感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